呀！这是爱回来的古平岳老爷吧？你是？我是金大奶奶的伙计，我姓崔，你叫我崔祖师就行。原来是恒昌号的朋友，辛苦了，小心卸货。哎，伙计们卸货小心点啊！顾老爷请，二爷请。往前啊！来。哥，你这北京朋友还不少啊。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，我是披枷带锁被人押着走的。要不是万不得已，这辈子都不想来。顾老爷请。就这马车。苏小姐怎么跑京师来了？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，我过来讨杯茶喝，成不成？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，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，验明正身在即。万闯者，重刑。完了，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，他不来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糟了，这回。谁关门啊？谁关门？谁呀？放我出去！谁刚来的？少爷，就今儿一天，老爷下死命令，说您出去走半步路，那就是断头路。您哪儿断什么头路？你敢？人都认好了，我搁这儿。你别愣着，你想想办法呀。这么大的王府，不可能只有一个门，咱们再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。往那边走。给我。公公康健啊！请起。让财神爷给我做揖，咱家的面子可不小啊！公公红光满面，我看呐，您是修道有成，这要得道成仙呐！哪儿啊？咱家修道都是为了多活几年，好伺候王爷。是，您得着。哎，有个门，快！猴崽子，抢什么抢？赶着投胎呀！干什么你？这摔了你可赔不起！去，好大的口气！放着骆驼不吹牛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哎，你摔着了吗你？让人家先走。你们先。你怀里边抱的什么呀？那么金贵。说出来怕吓着你。那你吓我一下，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我们家种的蓝雪茶，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。万茶大会的魁首。行，胡吹大气！这万茶大会刚开，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？没摇牌。这浑人倒也有趣，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。我倒想尝尝这茶
蓝雪茶，这名儿倒不错。跟我吵架这是男的女的？他们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？不男不女，我看到像个公公。啊？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。走。恭亲王，醇亲王到。奴才给王爷请安，给王爷请安。王爷，各省的茶商会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请王爷的示。王爷说了，从安徽茶商会开始。承让了，承让了，承让了。招招，兵爷，我们是参加万茶大会的，你拦着我们，那真耽误了事，你担待不起。你们进得了大门，知道怎么进二门吗？兵爷，我们是乡下人，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，如何进这二门，还请点拨一二。进二门的门包，5000两。5000两。你们两个1万两，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，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，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，我才能放行。明白。怎么办啊，哥？这1万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，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嘛。此茶只在黄山南麓一带种植，山高谷幼，枝深叶茂。这茶一枝一芽，一经炒制，如银龙入宫。老七，你看看，嘿，这安徽茶商还有个唱戏的。哎，六哥，你这糊弄谁呢？你没听说过啊？拿这绿叶子直接泡茶，这我懂了，这得炒，还得杀青啊！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这安徽茶商千里迢迢把这么大茶树运到京城来，用了不少心思，你就瞧好吧你。这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头回这么喝。哎，之后别的茶还怎么喝呀？啊？别站着！哎，小的是湖河茶商会的，门包5500，走人，走。哎呦我操，谢谢啊。安徽茶商会为王爷献上上好的醇稀银毫。
来了，尝尝啊，现炒的。二位王爷，这是安徽茶商会泾县的屯溪银蚝。嘿，六哥，哎，光这功夫啊，值个魁首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有的是人孝敬他们，咱不用火。这千里迢迢的来，连个万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。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，我回去也有的吹啊。嘿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不是要拿魁首吗？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？哎呀，实在抱歉，让各位受委屈了。王爷让我来看看大家吃好了没有。诸位都是王爷的客人，如果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，还请见谅。你们王爷可太客气了。300万两，我没有，我的钱全在茶上。拿折子来我们家抄家，王爷这客人我是做不起，没那银子。这事儿啊，我们也和王爷说了，但是啊，王爷他身份尊贵，这说过的话如果再收回去，这脸上也没光，不是吗？这票号里的钱都是山西老百姓的，要一下子全拿出来，那百姓怎么活啊？朝廷已经把江南给弄丢了，现在是想让山西也大乱吗？这位小哥眼生得很呐，不知贵姓高明啊？这全屋子的人只有一个名字，上营下子，小名元宝。对喽，师爷，别假装客气了，拔个章程下来吧。成。这次王爷从京城带回来一家票号，打算放在山西，掌管军中的粮台和银钱。诸位这300万两若是凑不出来，可以让这家票号代付，只需签字画押即可。至于这什么时候偿还，你们自行商议即可。抢到！这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平遥城开了个万元档，说是京城李百万他儿子开的，现在又来一个大票号，嚯！我老八家2400万两银子他都有，怎么就这么有钱呢？莫不是会喘气儿的财神爷到了？回晋大奶奶，这家票号就是李万堂李老爷家的，叫太平号。如果诸位认可这笔账，肯签字画押，我向大家保证，即刻便放大家回去。这个李百万手也太黑了吧！啊，就想在山西立足，也犯不上把我们都给整垮了啊！这算什么？拿当官的压人吗？既然如此，诸位就接着喝粥吧。哼！爹，您这么干行吗？你呀，乖点儿，别惹祸，远远的看着，学着，我就阿弥陀佛了。爹，我觉得经商的人要讲信用，您这么干，强取豪夺，仗势欺人，落井下石，不择手段。
乖儿啊，我看你啊，还是回去好好读书，争取考个功名，做好人。这王爷搞这么一出，这是收了太平号多少银子呀？恐怕谁也不知道。我就觉得，你刚挤到这老八家，就遇到这种糟心事儿。假的，假的？什么假的？他天底下经商的，有谁把所有的钱都囤在一个地方啊？再者说了，有哪个票号能拿出300万两银子的现钱？我看要银子是假呀。这太平号是想把票号的所有买卖都纳入怀中，据为己有，这才是真的。老八家的这些富户，只要签了借款，我看呐，就是人家本上的肉喽。这个李百万呢，是好手段。是王爷要来了吗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诸位啊，见谅见谅见谅啊！狱中相见，实在是万不得已啊。李万堂，李老爷子是来看笑话的呀？哎呦，不敢。咱们是商道一脉，兄弟过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。能啊，赶紧跟王爷说，把我们放出去啊！这没杀人没放火的，把我们搁在这儿，多不体面啊！自古官家两张嘴，一张说有，一张说无，讲不得道理啊。这2400万两，兄弟先掏上，帮大家伙儿逃过一劫，如何？好大的排场！这大清国1年也就这么点钱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时局不好啊，大奶奶。咱们商道一脉，更要携手合作啊！兄弟我久在京师，少来3进，不过朝廷那面还有些个能说得上话的势力。这300万两全当兄弟入我老八家，诸位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沟沟坎坎，太平号替大家伙儿铺平电脑。这可不是我李万堂来侵吞老八家，是敬仰先贤，尽点绵薄之力。这太欺负人了，这此言差矣。好，如果诸位不同意的话，我回京师便是。好，好。可是军情如火啊，王爷又是个炮仗脾气。我来的时候，王爷说了，这老八家掌握着闯王的宝藏，怎么连点血都不肯放呢？实在可恶。闯王宝藏。咱们山西的娃娃从小就知道这故事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你也相信啊？你来这里不也是为了闯王宝藏吗？当年闯王兵锋何等锐利，出秦岭，越太行，破潼关，水淹开封，席卷黄河上下，抵定中原。
但他们拿到那些钱财之后呢？将近贪图享乐，士兵怕死，最后落得一个莫名其妙的消亡，何苦来呢？这可是1等1的凶杀。哎，这几句话说的当真深切。你是武平原？正是。我经常听小儿提到你。你这番话很有见地，不过这是读书人的想法。你将来要想从商，这可是大大的错误。有什么错？金银钱财乃是天下人的公器，并无善恶是非。人的错，人要自己承担，怪到钱的份上，没有道理。天下无不可用之钱，无不可用之人。你记下了。草民李万堂见过王爷。你的办法不行啊！这朝廷吧，让我进山东剿捻，可我老是延误不进。你说耽误了朝廷的大事，是你担，还是我担呢？王爷，这批商人啊，狡猾得很，熬不到一定时候，这锅饭熟不了啊。这些人，个个和朝中大佬交好，你说到时候找一言官参我一个戕害地方，我也受不了啊！王爷，我是生意人，最懂生意人。这些有钱人，外人看起来是慷慨大方，可骨子里，个个都是吝啬鬼，钱都穿在肋巴骨上。你这让他往外拿的时候，那得拿着钳子往下拽，恨不得把血筋儿都能给蹬出来。300万两，哪这么好拿的？不把他们逼到山穷水尽的境地，您想要的东西也拿不到。这世上，真有闯王宝藏，这么回事儿？王爷，你看，平遥太谷，这是山西财富的发源地。论交通，崇山峻岭；论地脉，并没有金银矿产；论人才，此地民风朴实，也没有历代经商的经历。明朝一亡，这2个地方财富陡增。您再看。这是太行山脉闯王遁逃的路线，由此向2侧散开。我决定，这批宝藏肯定是在，而且并没有太多的损耗。
这所谓的老八家，久经商海之中，代代相传。做生意有赔有赚，他们凭什么屹立百年不倒？哪来的本钱？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李万堂，李百万，你可千万不要给我算错。我一把火烧了军中辎重，那可是你出的主意，到时候误了军情，又找不到宝藏，还丢了辎重，那我只能欠你的脑袋当辎重了。王爷放心，相信我，到时候你得宝藏，我得山西。知道读本就好。3日之内，先把辎重的银子补上。无论如何，我得过黄河入山东，打这一场仗吧。